穿成修仙文女配，我捡到一条受伤的小狗蛇，本着守慢无的原则，立马跟他签订了契约。跟我的心灵宠快乐生活1年后，系统姗姗来迟。宿主，你的任务是祸乱天下，最后被男主一剑斩杀。等等，宿主，你怎么把男主给契约了？下一秒，我的小狗蛇就无害地睁着眼睛，哼哼唧唧地将脑袋凑了过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此刻，系统发出了尖锐报鸣声。我不就晚来了1年，你怎么把男主给契约了？男主？我有些迷茫道，哪里有男主？这里只有我和我的乖乖小狗蛇，根本没有其他人啊！系统崩溃，就是这条蛇，他就是男主啊！我顺着系统的话看过去，已经跟我契约1年的小狗蛇，无害的睁着乌溜溜的眼睛，哼哼唧唧的将脑袋凑了过来，像往常一样求摸摸。我随意将它提溜起来，不可置信的在脑海里问系统：他是男主？小狗蛇乖乖被我捏着，又将脑袋搭在我的手背上蹭了蹭，尾巴没忍住摇得飞快。系统的尖叫声更大了，我的清冷正道男主怎么被调成狗了？关于小狗蛇这个称呼，是因为这条蛇的性格太像小狗了。刚遇到它时，它浑身是伤，却还凶巴巴地盯着我。我那时才刚穿越过来，很倒霉地穿成了一个作恶多端的魔女。它滥杀无辜，最后修炼的时候走火入魔，竟意外死了。于是我便穿进了它的身体里。本来正是对修仙界好奇的时候，结果人们看到我都直接绕道走。这条漂亮的小蛇虽然看着很凶，但好在是唯一一个愿意理我的生物。灵兽的花语就是手慢无，于是我火速把它捡回家。第1天，它丝毫不给碰；第2天，勉为其难地吃下我喂的食物；第5天，它开始趴在门口，眼巴巴地等我回家；第8天，开始享受我的摸摸；第10天，就已经能爬到床上，钻进我的椰领里，紧贴着我的肌肤睡觉；第15天，我成功与它契约。这1年下来，我时常开心自己能成功契约一只灵兽。可现在，系统的话让我的天彻底塌了。我仍不敢置信，系统，有没有可能是你搞错了？系统斩钉截铁，不可能。我怎么会搞错？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只有一个办法能证明了。我问，什么办法？系统，作为恶毒魔女，你的第1个任务是打男主1巴掌。现在你打这条蛇1巴掌，如果任务完成，不就能证明他是男主了吗？说话的功夫，毫无所知的小狗蛇已经挣脱了我的手掌，轻车熟路地顺着我的领口往里钻。我又把它提溜出来，一脸凝重地看着它。行吧，那我试试。说着，我就伸手轻轻往它脑袋拍了1巴掌。拍完，我正要收回手，结果它又整条蛇粘上来，缠住我的手腕。而任务成功的提示音并没有传来。我松了口气，看吧，我的小狗蛇怎么可能是男主？系统沉吟2秒，你刚刚打得太轻了，不算，再用力一点。我无奈，只好又重新扬起手，对着正欢快蹭人的小蛇狠狠拍了1掌。小狗蛇眼冒金星地晃了晃，漆黑的眼瞳里似乎浮现出一丝疑惑和委屈，估计是真打疼了。它默默把自己团起来，以为是自己犯了什么错。我急忙轻轻摸着它的脑袋，表示安抚。摸了3秒，它哼哼唧唧地趴回我腿上，尾巴又重新摇晃起来。紧接着，系统的提示音传来：第1个任务成功。这下天真的塌了。毕竟这1年来，小狗蛇从没在我面前化成过人，所以我也完全没想过，我捡的灵兽竟然是男主。我战战兢兢地问系统：那男主是谁？系统也生无可恋道：裴度。我惊叫：裴度？仙门排行第1的剑尊。系统问：怎么？你知道他？我当然知道。魔族向来跟仙门势不两立，我作为一名魔族人，裴度的名号简直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当然，更大的原因是1年前的一件事。那时我刚捡回他没几天，圣云宗的弟子就满世界开始找人，他们崩溃地到处问，哪个兔崽子把我们剑尊捡走了？可我刚穿到修仙世界，啥也不懂，更是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现在想来，原来
我捡的这条小狗蛇就是他们家剑尊。对上了，现在全对上了。怪不得我的小狗蛇有时候会失踪一段时间，我以为它只是贪玩跑出去了，没想到它其实是日理万机的裴度啊。我欲哭无泪地问系统，那怎么办？会影响做任务吗？系统猛翻资料，崩溃。不知道啊，主神也没教这个啊。只要你能走完炮灰剧情，最后成功被裴度斩杀，应该就能任务成功吧。第一个任务只是练手，很快系统发布了难度更大的第二个任务，去偷仙门的镇宗之宝。我震惊，仙门那么多人守着，我可以吗？系统安慰道，他们最厉害的剑尊现在在你这里，以你魔女的实力，可以轻松解决剩下的人。于是到了晚上，趁小狗蛇在我枕头边熟睡后，我悄悄起身，利用法阵传送到了圣云宗。一路上，我躲开打瞌睡的弟子，最后利用法术成功进入目的地。我神色一喜，当即朝镇宗之宝走去。然而就在我伸手将要碰到它时，上面封印的一道强大威压转瞬向我袭来，极具压迫感的剑意无差别的攻击向我。我立马抬手抵挡，但还是晚了1秒。那道剑意狠狠贯穿我的肩膀，与此同时，空中响起巨大的警报声。我捂着伤口，迅速将镇宗之宝揣进兜里，咬牙打算离开。外面的修士听到警报声，纷纷朝这里赶来，将阁楼包围起来。我大致查探了一下他们的实力，很好，修为都比不过我，我完全有机会杀出去。交战2波后，修士们也发现他们不是我的对手。为首的蓝袍弟子有些急了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叫刘长老来。刘长老他闭关了。那王长老呢？王长老外出采药去了。蓝袍弟子服了，被逼无奈下，只好道：那去请剑尊来。快！就说镇宗之宝快要被魔族的人抢走了。另一名弟子欲哭无泪道：剑尊他今晚也不在宗门。蓝袍两眼一黑，剑尊又去哪了？不知道啊，剑尊的行踪向来琢磨不透的。听完，我不禁露出一个魔族专属的邪恶笑容。一掌将蓝袍击飞后，我不想再多纠缠，嘻嘻，后会无期了。说完，转身就走。然而下一秒，熟悉的强大的威压瞬间降临到全场，几乎压得我无法动弹，肩膀不可自抑地颤抖起来，上面的伤口又隐隐作痛。身后的蓝袍弟子惊喜道：太好了，剑尊来了，你这个魔女准备受死吧。裴度来了。我意识到大事不妙，他在我床上睡得好好的，怎么忽然就醒了？之前为了不被人发现，我事先易了容，并且戴了面罩，现在裴度就算看到我，也绝对认不出我来。眼见跑不了，我只好站在原地静观其变。然而等了很久，裴度都没往我这里看一眼，仿佛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蝼蚁。肩膀上的伤口还流着血，我听到有弟子恭恭敬敬地问他：剑尊，这个魔女要如何处置？裴度一身白衣，身形如松，清冷淡漠，不近人情。任谁也想不到，这人就在几个时辰前还变成小蛇缠在我身上。魔女！裴度深凉如雪的嗓音响起，他始终没有朝我这个方向看一眼，只是随意的摆摆手，淡漠地做出宣判：杀了便是。蓝袍弟子到了声势，便向我走来。我虽然被裴度的威压控制在原地无法动弹，但这个蓝袍还是没有实力能杀我。他也意识到这一点，又有些尴尬地回头，还请剑尊亲自出手。裴度似是在赶着离开，闻言又被迫停下脚步，有些不耐烦地蹙起眉心。他背对着我，随意一抬手，本命剑应声而出，在他的指令下直直向我射来，裹挟着冰冷强大的剑意，宛如他的人一样，仿佛能将周遭冰冻3尺。我急忙喊系统：救命啊，系统！系统连忙回应：请宿主稍等，本系统正在查询对方武器的威胁度。正在查询中，威胁度为0，防御系统启动失败。我服了，还威胁度为0，你家宿主马上就死了。然而还不等我再说什么，裴度的青霜剑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到了我面前。滔天剑一下，我吓得闭上眼睛。
然后等了1秒、2秒、3秒，无事发生，只有手指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碰了一下。我疑惑地睁眼，就看到裴度的本命剑此刻悬浮在我腰前，用剑柄那一端小心翼翼地蹭了蹭我。我再次见我不理他，青霜剑有些焦躁地晃了晃，一个劲地往我怀里钻。但很快他就发现了我肩膀上的伤势，于是众目睽睽下，青霜剑开始尖锐嗡鸣着围着我转圈。众人看到这一幕，纷纷呆愣在原地，见鬼似的看着那把剑。要知道，他们家剑尊的青霜剑当年可是一剑开万山，无数妖鬼蛇神都被毫不留情斩于剑下。而此刻青霜剑的行为显然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裴度也很快注意到本命剑的异常，他眉心压得更低，眼底只剩不耐烦，终于第一次朝我这个方向看来。一时间四目相对，蓝袍弟子有些着急道：“请剑尊尽快斩杀魔女，此人断不可留。”与此同时，青霜剑又急急飞回裴度面前，剑尖直指我的伤口，又愤怒地直指裴度，嗡鸣的声音更大了。他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我总感觉骂得挺脏。于是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，这位无情的剑尊沉默半天，然后竭力维持面上的冷淡，一本正经道：“但话又说回来，事有蹊跷，本尊要再细细审问一番。”众弟子，我被裴度带回了他的寝殿，他拿了最好的伤药，示意我将肩膀上的伤口露出来。虽然早在系统的提示下，我早已知道小狗蛇就是裴度，但裴度既然没告诉我，我也只好装不知道这个事。系统在我脑海里提醒道：“宿主，记得维持好你恶毒魔女的人设啊。”我没忍住反问：“早在我捡到小狗蛇的时候，人设就已经崩了吧？”系统叹口气：“哎，主神也没说啊，事已至此，你就先在裴度真人面前维持好人设。”好吧。我1秒拿出魔女的气势，对他阴阳怪气道：“高高在上的剑尊真是好心啊，还会给魔族人上药吗？”裴度拿着药，面对我的讽刺，淡漠的脸上划过一丝无措。他干巴巴道：“你的伤？”我直接将药拍开：“少假惺惺了，我的伤还不是被你的剑气弄的。”裴度抿唇，睫毛慌乱地颤了颤：“抱歉，镇宗之宝上的剑气确实是我放上去的，此事是我不对，你的伤不能再拖了，要尽快上药包扎。”闻言，我悄悄睁大了眼睛，这伤竟然这么严重吗？保命要紧，我马上摆出一副大发慈悲的样子，勉强道：“行吧，允许你给我上药。”我将衣衫半退下来，露出肩膀上的伤。身前人的呼吸停滞一瞬，随即小心翼翼地开始给我上药。他视线紧紧粘在我的肌肤上，偶尔指尖碰到我的肩膀，带起一片滚烫的热意。我莫名有些不自在。虽然他变成小狗蛇的时候都能随意钻进我的衣领，但在化成人形的他面前露出大片的皮肤还是第一次。我耳尖红着，还要恶狠狠道：“再看把你眼睛挖出来。”系统没忍住夸赞道：“宿主，你这演的也太像了。”我骄傲回他：“那当然，我穿书前可是演员，别的不说，演技这一块绝对权威。”包扎完，我重新拢好衣服，抬抬下巴：“好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”裴度一瞬不顺地盯着我，哑声道：“好，那你好好休息。”说完，他就端着东西老老实实地出去了。我打了个哈欠，折腾这一晚早就累了，困意上头，直接睡了过去。半夜，似乎有什么滑腻冰凉的东西爬到我床上，小狗蛇拿脑袋轻轻碰了碰我包扎过的伤口，尾巴有些焦躁地摆了摆。我从睡梦中睁眼，脑子还没清醒，就下意识将它抓过来，揣进被窝。小狗蛇慢慢滑进里面，然后整个圈住我的腰，圈了一会，仍旧有些不安，最后还是从我的上衣衣摆处爬进去，哼哼唧唧的将自己与我的皮肤紧紧贴在一起，这才稍稍安下心。第二天，我闭着眼，下意识朝热源处靠了靠，而热源伸出一只手，自然地将我揽进怀里。我终于察觉不对，猛地睁开眼，被窝里的小狗蛇没了，而裴度还没意识到自己变回了人形，此刻正大喇喇地躺在我的被窝里，手掌还熟练地圈住我的腰。
常年握剑的手上带着茧子，轻轻摩挲过我腰间的肌肤。我稍稍一动，他也睁开了眼，一时间四目相对，沉默3秒后，我猛地将被子扯过来盖在身上，怒声控诉：登徒子！裴度迷茫一瞬，迅速反应过来现在的情况，他脸上闪过一丝慌乱。面对裴度，我只好又扮演上这个恶毒魔女。你怎么来的我房间？我就说你不怀好心。还有我的小蛇去哪里了？裴度勉强镇静下来，一一回道：昨晚不小心走错了房间，我没见过你的蛇。我冷笑一声，没见过。他昨晚明明在我被子里，现在怎么换成了你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就是我的小狗蛇呢。裴度急声否认道：不是我。我微微挑眉，有些疑惑他竟然会直接否认。裴度垂眸，眼睛里划过跟小狗蛇同样的委屈。你可以讨厌我，但我跟你的小狗蛇没关系，不要讨厌它，更不许不要它。很明显，尽管我易容并且隐藏了身份，但裴度依旧认出了我。被裴度关在寝殿的这段时间，他几乎对我百依百顺，同意我的所有要求，所以我的任务进展得异常顺利。很快，系统就苦恼起来。虽然前面的任务都很顺利的完成，可最终任务是让裴度杀了我，为民除害。那时候，裴度真的会答应我这个要求吗？还没等我烦恼几天，这个完成最终任务的时机就到来了。这天，我正睡着，忽然被殿外的嘈杂声吵醒。我疑惑地站起身，悄悄扒着门缝朝外看去。圣云宗坐落于云气缥缈的山顶，而现在，一众弟子齐齐俯跪在大殿门口，异口同声道：剑尊，那魔女竟是祸乱苍生的离枝，请尊上为民除害，请尊上为民除害。为首的是另一位仙尊，应该是刚出关的刘长老。刘长老一件件细数我的罪行。魔女离枝靠杀人为乐，修炼旁门左道，以人的精气为食，导致修士死伤无数。今日此妖女必除不可。而裴度沉默着，独自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。风声烈烈，我知道他们说的确实都是实话。刚穿到这个魔女身上时，周遭鲜血淋漓，死伤无数，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现代人，从没见过这么多血，没忍住干呕了半天，3天3夜没睡好。那时候我就知道，既然穿到了他的身体里，就应该继承他的因果。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。系统小声道：宿主，消息是我放出的，只有这样才能更快推进任务。不过你放心，等任务完成后，我会重新给你一具全新的身体。我深吸口气，推开门，脚步迈出去，刚想要说些什么，脚底却瞬间蔓延开纹路复杂的金光，几乎要将我的皮肤灼伤。裴度猛地回头，朝我喊道：回去。我下意识想听他的话，打算重新钻回房间。刘长老却扬声道：剑尊被魔女迷惑了神智，还不快将剑尊带走，不能让他继续错下去了。我刚要收回的脚步，便又停在了原地。我这个身份，继续待在裴度身边，只会把他也拉下水。忍着被灼伤的痛苦，我继续向前走了2步。一瞬间，仙门的上古封魔阵彻底开启，那些金光疯狂地涌入我的身体里，几乎要将5脏6腑都侵蚀掉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堪比被泼了一身硫酸。裴度狠狠皱起眉，快速朝我飞来。我召唤出鞭子，在他前进的路上挥出一鞭，地上出现一个巨大的裂痕，横亘在我们中间。裴度被迫停下脚步，眼里满是焦急。封魔大阵将我牢牢锁在原地，无法动弹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只会被封魔大阵耗死。但我的任务是死在裴度剑下，所以我只好动用全部修为，将锁住我的金色锁链劈开，然后迅速逃离这里。尽管身上已经痛得要死，但跑之前还要维持一下我的魔女人设，于是猖狂道：区区阵法也想伤我？同时我又悄悄传音给裴度：来魔域找我。裴度听到后，灰败的眼睛又亮起来。魔域？我靠在一棵漆黑的树干上，等了不到1炷香的时间，裴度就来了。他二话不说，将修为渡到我体内，企图将那些金光逼出来。我痛的身体都麻木了，但还是说：裴度，我是魔女，
你不该救我的。裴度眼睫颤抖着，手上动作不停，快速道：但我知道你不是原来的魔女。系统震惊，不是，他怎么这都猜到了？裴度继续道：你连手上沾上血都要恶心的洗好久，怎么会是原来的他呢？我没忍住问，万一这些都是我装的呢？裴度摇摇头，我相信你。他声音带着恳求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想办法治好你，然后找个谁都不认识的地方。我轻声打断了他的话，裴度，我叫你来是想让你杀了我。什么意思？我无力地靠在他怀里，听着他一下下剧烈的心跳，平静道：为了逃脱封魔阵，我的修为已经全废了，活不了多久。那些金光还在折磨着我，只会让我痛不欲生。求你杀了我吧！裴度慌乱地将我紧紧箍在怀里。不要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会找到办法医治你的。我叹口气，轻声喊道：青霜剑。下一秒，他的本命剑就听到我的呼唤，兴奋地窜出来。他一无所知地飘到我面前，亲昵地蹭蹭我。身体的疼痛让我一刻都忍不下去了。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迅速将青霜剑握在手里。青霜剑似乎还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，乖乖被我握在手里。然后我反手狠狠朝自己心口处刺下去。一切事情都发生在一瞬间。离之！裴度几乎目眦欲裂，淌出血泪。青霜剑在我心口痛苦的剧烈嗡鸣起来，仿佛在哀鸣。我咬破舌尖，逼出心头血，向裴度吻过去，将血渡到他口中，撑着最后一口气，笑道：好啦，契约解除，小狗蛇，你自由了。闭上眼的前一秒，我看到众仙门修士终于找过来，于是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副场面。我心口插着他们剑尊的本命剑，彻底没了气息。裴度跪伏在地上，发丝垂落在脸侧，怔怔地抱着我逐渐冰凉的身体。人群瞬间爆发出欢呼声。多亏剑尊，魔女已除。剑尊神武。刘长老满意地捋着胡子，赞叹：不错，裴剑尊这次做得非常好，斩杀魔女，大功一件。与此同时，系统的欢快声也传来：恭喜宿主，任务成功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在睁开眼时，修仙世界已经过去100年了。我在原来的世界，因为没日没夜的拍戏，最后猝死。所以系统就又给了我一具凡人的身体和足够的银钱，让我留在了这个疏离的世界。我有些担忧地问系统，修仙世界会不会不安全？系统欢快道：现在很安全啦，仙门和魔族宣布停战，百姓也不会再遭受战争的迫害。我有些惊讶，他们竟然会停战。系统，等你出去走走就会知道了。于是我在一个偏僻但是生活很悠闲的小镇子里定居下来，还养了一条普普通通的小蛇。我很珍惜这次得来不易的生命，珍惜每一天的生活。小镇上经常有各种人过路休息，甚至还有魔族人。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，百姓却并没有惊慌，仿佛习以为常。我悄悄问别人，你们不害怕吗？那人摆摆手，魔族也是分好魔和坏魔的，只要不随便伤人，就是好魔。我心里疑惑，经过一家茶馆时，刚好听到说书人讲起仙门和魔族的故事，于是当即进去，打算听一听。说书人讲到，这两族能停战，多亏了裴度剑尊这100年来的努力。魔族答应不会再随便伤人，凡有伤人者都会处以重罚。猝不及防地听到这个名字，我微微一愣，裴度。说书人看我感兴趣，当即继续道：说起这个裴度，100年前仙门联合围剿一个魔女，最后还是靠我们的裴度剑尊才将这个作恶多端的魔女一剑斩杀。只是那一战中，她也受了重伤。虽然我知道说书人的故事有编的成分，但还是忍不住问他受了什么伤。我怎么不记得裴度有受伤？说书人，他与魔女的那一战中，道心彻底破碎，50年再没拿起过剑。重铸道心的过程非常艰难，据说他整整重铸了7749次，每一次都是鬼门关里走一遭。听着说书人的描述，我不禁有些愧疚心虚起来。如果没有那些任务，我想我应该会跟裴度成为朋友。
虽然第一次见面，他只是一条蛇，但我很喜欢跟他的相处。就算小蛇不说话，我也能絮絮叨叨地跟他讲很久。那裴度呢？裴度应该也是把我当朋友的吧？可惜我那时候被金光折磨得太痛苦，早已顾不上别的什么，只想赶紧完成任务，结束痛苦。换位思考一下，我的朋友如果这么做，我也会很伤心的。说书人还在讲，整整49次啊，每一次都是巨大的痛苦，还好他熬过来了。我张张口，还想问什么，酒馆另一旁忽然传来一道极为冷淡的声音：没那么容易，是9981次。说书人挠挠头，哦，那可能是我记错了，哎，客官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我听到这个声音，恍然回头，隔着100年的时光，隔着喧嚣人群，我猝不及防地撞进一双失控发红的眼眸里。他眼睛一眨不眨，站在光线阴影处，不知道盯了我多久。是裴度，100年后的裴度。我心底泛起惊涛骇浪，几乎承受不住这道灼热的视线，想要逃离，可最后还是尴尬地扬扬手，若无其事道：嗨，好久不见啊，裴度。旁边有认识的人问我：芝芝，这是谁啊？你认识？我支支吾吾，哦，我一个朋友。裴度看着我，一字一顿道：朋友。他缓缓笑起来，仿佛真的只是与旧时的朋友重逢。这么久没见，不请我去你家里坐坐吗？我最后还是将他带回了家。一回家，我养了一段时日的小蛇就朝我爬过来，亲昵地趴在我的肩膀上，我便笑着摸摸它，接着就发现周围的温度好像忽然下降了。裴度在我身后悠悠问：他是谁？语气几乎咬牙切齿：你又有新的蛇了。小蛇察觉到危险，从我肩膀上滑下去，火速溜走了。裴度冷笑一声，遇到危险就跑，他也不过如此。我其实有很多事情想问他，关于道心，关于魔族，可惜现在天色太晚，我思绪也乱糟糟的，最后只说太晚了，先睡觉吧。你睡旁边的客房。晚上我睡在床上，感觉到熟悉冰冷的气息钻进被子里，我以为是新养的小蛇来了，便大方地将被子分它一半。睡梦中，小蛇似乎变得越来越大，粗壮的身体缓缓缠住我的腿、腰和上身，冰冷华丽的鳞片擦过我的肌肤。它张嘴，似乎恨不得将我拆吞入腹，可犹豫了很久，最后也只是妥协般，只用牙尖轻轻碰了碰我的脖颈，然后俯下身，将他那多恩大的身体往我怀里缩了缩，略带委屈的嗓音传来：明明说好不会不要我，骗子。第二天我是被憋醒的，有一种被蟒蛇缠绕般的窒息感，但我睁开眼没看到什么蛇，反而是本应在客房睡觉的裴度，此刻像藤蔓一般死死缠着我，将我揽进怀里。裴度，你怎么又在我床上？裴度沉默2秒，道：抱歉，我昨晚不舒服，好像只有靠近你时才能缓解。听到他说不舒服，我也顾不上追究了，忙问：啊，为什么不舒服？他摇摇头，没事，老毛病了。我有些着急，裴度这么强的人，还会有什么病？忽然想到什么，我试探着问：是因为道心破碎留下的后遗症？裴度顿了一下，然后顺势点点头，我瞬间有些愧疚起来，道心破碎，真的是因为我吗？裴度没有回答，只垂眸道：芝芝，都过去了。那你现在都有些什么后遗症？没什么。他张口想说什么，但一抬头就看到我眼底的担忧，话音一转，就是修炼时经常会出差错。我睁大眼，这对修仙者来说可是大忌啊，万一一不小心走火入魔，真的很危险。说到底，如果不是裴度配合我，我也不能顺利完成任务，更不会重新获得生命，过着这种悠闲轻松的日子。但裴度却因为我在他面前自尽，道心碎裂，甚至影响了修炼。我有些愧疚地问：那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？裴度定定看了我几秒，缓缓道：有。是什么？双修。芝芝，跟我双修。虽然我本质上是一个现代人，但我还是很清楚双修意味着什么。我惊得耳朵都红了，可
可我现在只是个凡人。没关系，他在我耳边轻声蛊惑道，不影响的，而且它是双赢的存在。你能从中开始修炼，而我也能修炼得更快。我呐呐道，但是我们这关系……裴度了然，哦，好朋友是吧？他便眼尾垂下，恳求道，好朋友，求你帮帮我。这下不仅是耳朵，我连带着脸也红了。裴度看我犹豫，想了想，下一秒，面前的人消失，只留一堆衣袍散落在地上。然后衣袍堆里水灵灵探出来一个蛇脑袋，熟悉的小狗蛇又回来了。小狗蛇爬到我手臂上，哼哼唧唧地拿脑袋蹭我，尾巴乖顺地缠上我的手腕，一双乌黑的眼瞳里满是乞求。我人还没反应过来，手就已经忍不住摸上去了。他传音给我，吱吱，求你了。我面对小狗蛇，根本狠不下心说出拒绝的话。等反应过来时，嘴上已经答应了。我震惊，裴度，你犯规！小狗蛇尾巴瞬间摇得欢快，熟练地往我领口钻，然后又探出头来，亲亲我的下巴。其实都是以前很日常的互动，可只要一想到小狗蛇就是即将跟我双修的裴度，我就有些不自然起来。吃完饭，裴度化成人形，抓住我的手腕，吱吱，我们开始吧。我再次震惊，现在还是白天。裴度一脸自然道，修炼是不分白天和黑夜的。我不禁心里赞叹，不愧是最强剑修，修炼得太勤奋了。然而，到了床上，我才发现自己大错特错，终于明白了那句不分白天和黑夜是什么意思。而且，我忽视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，蛇的生理构造跟人是不一样的，而我还只是凡人之躯。温暖的床榻上，裴度冰冷的体温也渐渐灼烫起来。我能感觉到四周的灵气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体内，一开始还觉得浑身都很轻盈，可不知过了多久，灵气还在疯狂涌入。渐渐的，我有些受不住，哭着摇头，不要了，好撑，裴度。裴度慢条斯理地将我抱进怀里，眼瞳因为兴奋变成了金黄色的树瞳，嘴上却还一本正经地哄，吱吱好厉害，乖，还能再吃点。后来我的生活依旧过得平淡安稳，只是多了个修炼，而裴度也顺理成章地跟我住在一起。这段时间里，他会开心地给我做饭打扫房间，并且不开心地帮我喂小蛇，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，美其名曰交住宿费。又一天，我买了自己爱吃的菜，在回家的路上碰到街坊邻居，邻居笑着道，黎枝姑娘，你跟你夫君的感情真好啊。我脚步一顿，夫君。邻居注意到我的表情，疑惑道，对呀，你们不是夫妻吗？我见识的人多，就没看走眼过，你看你夫君的时候，眼里的爱都要溢出来了。闻言，我红着脸，下意识反驳，我什么时候这么看他了？我想证明一下自己，却忽然发现根本无从证明。跟裴度重逢这么久以来，我第一次认真反思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一起修炼。虽然名义上是双修，但我们其实已经把夫妻间会干的事都干了一遍。等我意识到的时候，裴度已经入侵到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，甚至我也早习惯了他的存在，不自觉依赖他，跟他在一起相处，真的非常开心自在。我惊疑不定地想，我喜欢裴度。喜欢这个词出现在我脑海里时，我的心跳都不自觉快起来。变成小狗蛇撒娇的他，给我做饭的他，夜里哄我修炼的他，一件件事轮番浮现在脑海里。如果能跟他一直这么过下去，我竟觉得也还不错。那裴度呢？裴度喜不喜欢我？邻居的话在我心底掀起惊涛骇浪，我匆忙跟他告别，迫不及待地想回家找裴度。远远的，我又听到邻居的感叹，现在的年轻小夫妻可真容易害羞啊。回到家后，裴度熟练地接过我手里的袋子，吱吱，今晚吃什么菜？我怔怔地看向他，见我不说话，裴度便朝我看过来。他俯身，清冽的气息缓缓包围我，在我耳边轻笑，吱吱，你耳朵怎么这么红？裴度，怎么更红了？我恼羞成怒地推开他，裴度，你先不许跟我讲话。
晚上，我吃完饭，躺在床上，终于下定决心，明天我要去集市上买礼物，然后去跟裴度表白。毕竟要让他跟了我，也不能委屈了他，心意还是要在的。于是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便瞒着裴度，悄悄去了集市。集市上的东西琳琅满目，挑花了眼。我思来想去，打算给他绣一个荷包。可惜我不会女工，只能请教店铺的老板。老板也很耐心，他一步步细心地教我。最后终于绣好，只是上面的图案歪歪扭扭的。天色快黑了，我心情愉悦地往回走，然而走着走着，就发现四周有些太安静了。路旁的很多摊贩也已经回家，昏暗的街道上只能听到一两声蝉鸣。我不禁加快了回家的脚步，然而刚一拐弯，一道身影就从背后附上来。夜色深凉，他伏在我耳边，熟悉的冰冷气息宛如蛇信子舔舐而过。我听到裴度绝望压抑到近乎死寂的声音：去哪了？又不要我了，是吗？他紧紧抓住我的手腕，周身气息不稳。为什么要走？我到底哪里做的还不够好？还有不满意的地方，我改。我彻底懵了。本来只是想偷偷准备告白的礼物，裴度怎么反应这么大？不管了，我的表白大计不能被打断。于是我转身，直接将我绣得歪歪扭扭的荷包塞到他手里，又鼓起勇气，迅速踮脚亲了一下他的脸颊，眼睛亮亮地看向他：裴度，我喜欢你，这是我今天亲手给你做的礼物，你喜不喜欢啊？话音一落，裴度的声音戛然而止。良久，他微哑的嗓音响起：你今天是去给我绣荷包了？我点点头，对呀，不过绣了很久都没绣好看，希望你别嫌弃。还没说完，裴度便垂眸，直接吻上我的唇，撬开牙关，攻城略池，仿佛要将这100年来的痛苦与思念都倾泻出来。耳边是他急促不稳的喘息，我耳朵不禁又红了，但还是抬起手臂环上他的脖子，回吻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快缺氧的时候，裴度终于放开我，捧着我的脸珍重道：喜欢这个荷包，喜欢上面的图案，也喜欢你。后来我偶然撞见裴度在偷偷上药，凑近一看，他的胳膊上全是用剑划伤留下的伤疤。然而下一秒，那些伤疤就在我眼前消失，手臂重新变得光滑。我有些着急地拽住他：伤疤怎么来的？为什么要用法术遮掩？在我的急声追问下，裴度终于说出实情。到心中注的那991次，每一次都太痛苦，石海崩塌重建，会不自觉地让他想起我在他面前自戕的场景，几乎成了他的梦魇。忍受不住时，便往手臂上划一刀，来转移石海里的痛苦。我静静听完，最后将系统和任务的事情告诉了他。说完，我战战兢兢地等待着他的回答，却猝不及防被揽进清冷的怀抱里。裴度像抱小孩那样抱着我，问：所以在我寝殿的那段时间，你说讨厌我都是假的？我点点头，然后唇角就被亲了一下。他又问：你说要跟我解除契约，不是不要我，只是怕我因此受反噬？我继续点头，他便又亲我一下，一直到最后我彻底被亲懵了，听到裴度埋在我颈窝，庆幸道：太好了，你没有不要我。他缠着我，一叠声的唤：吱吱，亲亲，我爱你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